12月的西太平洋被一則消息炸開了鍋。路透社4名所謂軍事安全觀察員氣喘吁吁地拋出獨家爆料：中國海軍和海警船在東亞海域集結，數量一度衝破100艘，從黃海南部綿延至東海、南海，甚至直抵西太平洋水域。這則報道像一顆投入油鍋的火星，瞬間點燃了西方輿論場法新社驚呼：規模空前的海上力量展示。日媒更是連篇累牍的渲染解放軍動向異常，台當局也跟着跳腳，聲稱要密切監視每一艘艦艇動向。可咱們中國人看了只覺得好笑，不就是一次常規訓練，至於嚇成這樣嗎？去年同一時間，路透社就炒作過90艘艦艇集結，號稱近30年最大軍事行動，最後還不是不了了之。但這次西方媒體的集體恐慌倒真應了那句老話：心虛的人風吹草動都覺得是衝着自己來的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12月3日，日本參議院會議上，面對公民黨議員的追問，高市早苗終於鬆口，說日本對台立場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一致，沒有變化。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他服軟了，可熟悉中日外交底線的人一眼就能看穿，這女人在玩文字遊戲。為什麼這麼說？我們得先弄清楚1972年那紙聯合聲明的分量。當年中日復交，中方明確提出復交3原則，核心就是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日聯合聲明裡寫的明明白白，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，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。更關鍵的是1978年和平友好條約、1998年聯合宣言、2008年戰略互惠聲明，這4份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層層鎖定了日本承諾必須承認一個中國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可高市早苗呢，從頭到尾只敢說立場沒變，卻絕口不提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個核心。這就好比有人欠了你錢，卻只說我記得咱們有債務關係，就是不提我欠你10萬要還，不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是什麼？關東學院大學名譽教授足利昌盛都看得明白，首都國會答辯是要收錄進國會會議錄的官方文件。高市不可能不知道這話的分量，他就是故意留着模糊空間。中方發言人林健的反問也是直戳要害，既然說立場和1972年一致，敢不敢按原文完整重申？你在回避什麼？背後是什麼目的？這話問的高市早苗啞口無言，也問出了所有中國人的心聲。小編覺得高市的算盤打得精着呢，他代表的日本極右翼一直想推翻1972年框架，現在故意模糊表態，就是想給將來留後路。萬一台海有事，日本就能甩鍋說我從沒明確承認過台灣是中國的，把自己摘得乾乾淨淨。可中國早就不吃這一套了，從毛寧強調4個政治文件沒有模糊空間，到郭家坤怒斥不再提及不等於撤回，再到林健的連環追問，中方3番5次亮明底線，台灣問題不是你日本能拿來做政治交易的籌碼，是碰了就會炸的紅線。所以當看見中國100艘戰艦集結，高市早苗能不心慌嗎？更有意思的是，此時此刻美國喬治華盛頓號剛開至關島，尼米茲號就回本土退役，西太平洋航母出現真空。以前日本敢跳是仗着有美國撐腰，現在靠山暫時缺位，自己又剛踩了中國紅線，能不對解放軍的動向格外敏感嗎？至於台當局的恐慌，就純屬自作多情了。可能有人要問，既然是常規訓練，為什麼要搞這麼大陣仗？其實這不是陣仗大，是中國海軍的常態變了。10年前，咱們能同時出動的大型艦艇屈指可數，現在航母編隊常態化遠航。
海警船巡航釣魚島成為日常，百艦同時在不同海域訓練，不過是實力增長的正規體現。西方媒體之所以大驚小怪，是因為他們還活在中國海軍只能近海活動的舊夢裡，突然看到中國軍艦游弋在西太平洋，一時難以接受罷了。就在高市早苗玩文字遊戲，西方炒作中国威脅的同時，日本在西南諸島的一個動作暴露了他們的真實野心。馬毛島正在晝夜趕工的軍事基地，打開地圖你就會知道馬毛島的位置多關鍵。8.2平方公里的無人島正好卡在大隅海峽咽喉，距中國海岸線約800公里，離台灣不到300公里。央視曝光的航拍畫面裡，自衛隊的推土機、起重機晝夜轟鳴，連台風天過後都只休整半天就復工。島上2000米主跑道和1200米側風跑道的地基已基本成型，新型瀝青複合材料正陸續鋪設。要知道，這種材料能承受 F-35B 隱形戰機垂直起降時的高溫噴射，專門為美軍艦載機量身定制。配套設施更是野心勃勃，12座恆溫機庫、可存儲500噸彈藥的地下彈藥庫已完成主體框架。南岸3座大型護衛艦繫泊設施正安裝岸墊和快速油料補給裝置。建成後能實現戰機與艦艇15分鐘協同響應。按照規劃，整個基地2030年3月完工後，不僅能供美軍航母艦載機起降訓練，還能停靠大型艦艇，成為美日共用的海空樞紐。日本防衛省早在2011年就盯上了這個島，2019年花113億日元買下，2023年正式開工。整個過程悄無聲息，卻步步緊逼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這不是孤立動作。這些年，日本在西南諸島布下了一整盤棋。奄美大島、宮古島部署地對艦、地對空導彈，與那國島、石垣島建雷達站駐軍。馬毛島一建成，就把九州到琉球的防禦缺口補上了。第一島鏈北段的堡壘群就此成型。要說這基地是給誰建的，答案一目了然。以前美軍航母艦載機訓練要去硫磺島，離東亞戰場850英里，來回折騰不說，還常因天氣問題改到本州訓練，引發民眾抗議。馬毛島建成後，美軍訓練距離縮短了1200多公里，而且2條跑道搭配模擬航母甲板，能實現全天候訓練，徹底取代硫磺島成為永久訓練據點。為了討好美軍，日本還額外砸了280億日元升級配套，建了能容納200名美軍的營房，可維修 F-18 和 F-35的維修中心，還有1.2萬噸儲量的航空燃油庫。小編猜測，日本這是要把馬毛島打造成中繼支點，一邊銜接沖繩基地，一邊輻射台海和南海。萬一有事，能把反應時間縮短2/3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美日還計劃在這裡部署海上運輸管制系統，實時監控周邊500公里艦船動態，和美軍指揮系統實現數據互通，相當於在大隅海峽裝了個電子眼。有人可能會擔心，馬毛島基地建成後會不會對中國形成威脅？其實大可不必。咱們火箭軍的東風21D、東風26早就把第一島鏈納入精準覆蓋範圍。去年環島演訓時，東風導彈穿島而過的精度已經證明了實力。福建艦的電磁彈射技術讓殲35艦載機的打擊半徑輕鬆覆蓋馬毛島。更重要的是，解放軍的應對也從來不是被動防禦。去年日本在宮古島部署導彈後，咱們的轟 6K 就帶着巡航導彈常態化繞島飛行，電子戰飛機也多次抵近開展干擾演練。馬毛島離大陸800公里，這個距離在現代國防體系面前根本算不上前沿。日本防衛省自己的推演報告都承認，一旦衝突爆發，馬毛島的跑道和彈藥庫會在首輪打擊中癱瘓，所以小編覺得他們建得越起勁越好，正好給咱們的3軍演練提供現成的模擬靶標。
順便檢驗新型武器的實戰效能。說到底，這次百艦集結和馬毛島建基地本質上是兩種力量的碰撞，一種是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堅定意志，一種是日本妄圖模糊底線、綁美制華的投機心理，一種是實力增長後的從容自信，一種是霸權依附下的色厲內荏。1972年中日復交時，周恩來總理曾說，中日友好要以史為鑑。現在日本有些人一邊享受着中日經貿帶來的紅利，一邊又在台灣問題上踩紅線，在西南諸島搞軍事化，這種兩面三刀的做法根本違背了和平友好的初衷。更可笑的是，日本為了建馬毛島基地，每年要投入超800億日元軍費，還得承擔美軍入駐後的環境治理和噪音補償成本，而這些錢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。高市早苗敢不敢完整重申聯合聲明是日本的選擇，但中國會不會守住底線，從來沒有選擇必須守，也一定守得住。百艦列陣不是炫耀武力，是告訴世界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。馬毛島的水泥堆得再高，也擋不住歷史前進的潮流。日本是時候清醒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